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湿气重的人别愁，红豆、绿豆这样搭一碗粥，喝出好睡眠。腰细了，脸不肿，越喝越轻盈。红豆和绿豆可是厨房里的黄金搭档，一个红亮饱满，一个翠绿清新，自带天然的清甜和软糯口感。不管怎么烹饪，都既好喝又有营养，是日常调理身体的好选择。按1:1的比例搭配好就行。先把两种豆子倒在一起，仔细挑拣一下，把带虫眼的、腐败发黑的豆子都捡出来扔掉，剩下颗粒饱满无破损的豆子，这样煮出来的粥才更清香好喝。把豆子倒进干净的盆里，加入没过豆子2到3厘米的清水，用手轻轻搅动几圈，你会看到水面浮起来一些细小的灰尘和杂质，可以稍微用力搓洗几下。绿豆的表面可能会带点细沙，红豆的褶皱里又容易藏污，多搓洗2到3次，直到看不到明显的杂质为止。最后把水倒掉，沥干多余水分，这时候的豆子就干干净净，可以准备下锅了。把洗干净沥干水的红豆和绿豆倒进无水无油的炒锅里，开中小火慢慢翻炒。刚下锅时，豆子表面还带着残留的潮气，翻炒几下就能看到锅底渐渐冒出细小的水汽。随着温度升高，水汽慢慢消散，豆子开始从微润变得干爽起来。继续翻炒一会，锅里会传来轻微的噼啪声，像是豆子在慢慢苏醒。这时候用铲子不停地翻动，让每一颗豆子都均匀受热。红豆的表皮会从暗红逐渐变得红亮有光泽，绿豆则从翠绿慢慢透出温润的光泽，还会飘出淡淡的豆香。能看到部分豆子的表皮微微鼓起，甚至出现细小的裂纹。凑近锅边还能闻到明显的焦香，混合着醇厚的豆香。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。炒好的豆子刚好达到易煮烂又不失颗粒感的状态。这一步炒过的豆子更容易煮烂，还能激发出本身的清甜，口感也更软糯。接着把炒好的豆子趁热倒进刷锅里，记得一定要加热水，水的量要没过豆子5到6厘米。喜欢稀一点的可以多加点。用铲子轻轻搅散豆子，防止沉底。盖上盖子，开大火焖煮，让水快速沸腾起来。高温能让豆子表皮迅速软化，内部水分快速渗透，这样煮出来的豆子更容易软烂开花，营养也能更好的释放到汤里。大火煮15到20分钟后转小火慢炖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新鲜苹果，先用水把苹果表面浸湿，让果皮充分沾到水。抓一小把食盐撒在苹果上，用手轻轻揉搓，从苹果底部开始，顺着表皮纹路仔细搓洗，尤其是果蒂凹陷处和底部。食盐的颗粒感能帮助带走表面的灰尘、残留的果蜡和细小的杂质。搓个30秒左右，能感觉到苹果表皮变得有些涩涩的。这时候用流动清水把苹果彻底冲洗干净，冲掉残留的食盐和脏东西，直到苹果摸起来清爽光滑，闻着呢还有淡淡的果香。这样处理后吃起来更放心。把苹果放在案板上，从中间竖着对半切成小瓣，这样能更清楚地看到中间的果核。接着用刀沿着果核边缘轻轻划开，把带着硬芯和果汁的部分完整去掉，只留下软嫩的果肉。处理好的苹果瓣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，差不多拇指大小就好，这样既能保留果皮的口感，煮的时候也能快速入味，和豆子的软糯融合得更均匀。
切好的苹果块可以暂时放在碗里，加入清水，防止氧化变黑。等粥煮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再加进去，既能锁住果香，又不会煮得太烂，失去口感。这会再准备几个饱满的红枣，先倒进清水，用手轻轻抓洗几下，红枣表面可能会有细小的灰尘，抓洗能把缝隙里的脏东西带出来。洗干净后沥干水分，捞出直接放进干净的碗里。接着拿一把干净的剪刀，从红枣中间剪开，露出里面的枣核。用剪刀把枣核挑出来去掉，只留下甜甜的枣肉。剪好的红枣块，这样煮的时候，枣香更容易释放出来，和豆子、苹果的味道融合得更均匀。处理好的红枣先放在一旁，等下和苹果一起下锅就好了。这会砂锅里的豆子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豆子吸足了水分，变得胖乎乎的。这时候就可以把切好的苹果和红枣放进去了，用勺子轻轻搅一搅，让食材均匀散开。接着转小火再煮10到15分钟，期间偶尔开盖搅一下，防止底部粘锅。煮到苹果块变得软嫩透亮，红枣的甜味融进汤里，果皮微微发皱，却还带着点嚼劲，豆子彻底软烂开花，整个锅里咕噜咕噜冒着小泡，汤汁浓稠的能挂住勺子，闻着既有豆香果香，又有红枣的鲜甜。这锅暖乎乎的两豆苹果粥就熬好了，稍微晾一会就能喝了。每一口都软糯清甜，暖心又暖胃。每天早上喝这样的一碗两豆苹果红枣粥，好处可太多了。红豆和绿豆自带祛湿消肿的功效，帮你把身体里多余的水分能排出去，脸蛋不肿了，腰腹也跟着变轻盈。苹果的膳食纤维能增强饱腹感，红枣的天然甜味让粥喝起来清甜不寡淡，还不用额外加糖，低卡又健康。关键是这碗粥喝着像甜品一样满足，却完全不用挨饿，膳食纤维满满，消化慢，扛饿久，轻松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。坚持喝上一周，不仅睡眠变香，气色变好，体重悄悄掉个6斤左右，也很常见。腰腹的肉肉紧致了，整个人都透着清爽轻盈的感觉，好喝又能瘦，这样的健康减脂餐，谁能不爱呢？好了，这碗祛湿又减脂的两豆苹果红枣粥呢，就做好了。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别忘了点赞关注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